Hello， 大家，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呢，是我已经试用一段时间 Google 2024年全新推出来的 Pixel Watch 3。那我先说结论，这大概呢是你在现在这个时间点2024年，你所能够在安卓阵营里面找到一只最好看且最适合一般大众的智能手表了。那我们先从外箱谈起 ，Pixel Watch 3呢，其实就和现在的主流科技产品一样呢，在外包装的这个部分呢，都采用了环保的方式。那都2024年了嘛，基本上呢，里面的配件也非常的单纯，就是本体跟充电线。那不过呢，我认为这些小纸盒，然后这样的包装模式，然后包含里面的这个纸盒，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形态，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计。好啦，那我们就让我们直接进入到主角吧。这次的 Pixel Watch 3呢，有2种大小，一个是41mm， 一个是45mm 的。那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哦，因为呢，智能手表呢，它有一项功能呢，就是要能够帮我们快速的去筛选通知嘛，因此够大的表面呢，才能够让我们一眼的时候看到足够的内容。再来呢，手表要做的一定要好看，那大的表面呢，在搭配上面呢，对男生也是比较友善的。虽然说其实我的手腕并不算大哦，但是我之前去试戴发现41mm 其实就有点偏小，还是比较适合女孩子。那男生的话嘛呢，有45mm 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oogle 的更新。这代手表设计上面呢，基本上是延续过往的一个 DNA， 除了是圆形的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个弧面，这个弧面呢，基本上就是让它成为现在市场上最美的智能手表，没有之一。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就会认为呢，手表一定要是圆形的表面，这让我对于 Apple Watch 呢，就是怎么看都怎么样提不起劲。那我之前长期搭配的呢是 Samsung 的智能手表，它虽然也是圆形的哦，但它是用平面萤幕。那在制作难度跟这个高级感上面呢 ，Pixel Watch 3这个弧面完全就是已经到了下一个 level 了。而且呢 ，Pixel Watch 3呢，它还保留了这种表冠的设计，基本上就跟传统的手表呢是非常相似的。那3不时呢，去转动这个表冠呢，感觉是非常疗愈的。不过呢，这样的外观设计呢，其实带来一个小缺点，那就是 Pixel Watch 呢，其实它是没办法使用通用表带的，因为它背后的这个接口呢，必须要有这样的圆滑设计，才有办法卡榫的进去。不过我相信呢，其实呢，很快的在虾皮上面呢，就会有一些副厂的一些表带了，所以可能也不需要太大的担心。那就让我们直接进入到正题来看看手表的功能吧。那首先呢，就先谈一下健康监测。那基本上呢，现在智能手表呢所拥有的这些智能健康的监测呢 ，Pixel Watch 3都有，包含了像是心率啊、压力啊、睡眠追踪啊，这些基本上都有。那比较进阶的功能呢 ，Pixel Watch 呢也不会让你失望。像是 Pixel Watch 3呢，它就有推出像皮肤温度啦、跟呼吸率啊、心率变异的这些追踪，还有一些呢是手表已经支援的，那目前可能台湾还没有开放的，包含 ECG。不过我相信这个部分很快呢，应该就会开通了，因为国外都已经有了嘛。那基本上台湾应该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那由于呢 Pixel Watch 和 Fitbit 进行了深度的整合，因此呢我们在 Fitbit 的 App 里面呢，可以很完整的一目了然的看清楚健康资讯的一些细节。那尤其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指标叫做每日准备，它真的很神奇的可以帮我监测出我当天的一个身体恢复状态。我发现它不仅仅是分析睡眠状况哦，因为有一天呢，其实我因为加班加上一些小失眠，其实睡得很少，然后呢又因为呢当天又需要很早起的开会，我基本上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而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呢，就是一早起来呢，就突然间很有精神。然后我看到那天的身体恢复状况呢，也是在高的，所以说基本上我认为这个每日准备呢是真的很准。那同时呢，它也会提醒我们说，因为你今天的每日准备状况呢，你的指标如何，体力状况是如何，因此呢，可以去判断出来今天是不是适合去做一些比较高强度的一些重量训练。那除了这些基础的健康资讯之外呢 ，Pixel Watch 也是支援了绝大多数的运动，它可以包含追踪超过40种的一些运动，然后又因为呢它具备防水的特性啊，支援5ATM 的这个防水等级，所以说你们带去游泳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相信啊，多数的一般用户呢，基本上常用的就是所谓的跑步、游泳、重训、骑脚踏车这些的，那这些呢在 Pixel Watch 3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因为呢刚刚提到它跟 Fitbit 进行了非常深度的绑定，
定了。那现在呢，购买 Pixel Watch 3呢，还送你半年的这个 Fitbit 的 Premium 的这个服务，然后里面呢有超多的教练课程，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锻炼，或者说达到你个人设定的一些健康目标。尤其是针对跑步的部分呢，它会透过手表来追踪你的一个运动状况。不过呢，里面说真的，最让我期待呢，其实是正念哦，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学习冥想很久的，里面有非常多相关的影片可以引导我们，同时呢，还会透过手表呢来追踪记录。不过小可惜的地方呢，就是里面很多的教练课程呢都是英文的。不过好消息是，基本上里面大多数会使用到这些都是比较生活上的用语啦，所以说听是听得懂的，那是没有问题的。紧接着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同样很在乎的，就是通知功能了。那基本上我认为智能手表呢，就是我们的延伸的第二个萤幕，就是通知的过滤器。大家一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有很多的 LINE 群组，但你不可能每个都去细看嘛，要拿手机去看，真的蛮麻烦的。或是有的时候呢，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工作上的讯息等等的。那这边呢，就用大家常用的 LINE 来进行一个测试。我们可以发现呢，在收发文字呢是没有问题的，那 emoji 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不过呢，在贴图的部分呢是没有办法显示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直接回复的话嘛，你是可以直接在手表上面进行操作的。But I know that you feel like a piece of you's dead inside. 再来呢，我想要特别分享的呢，就是 Pixel Watch 呢，它毕竟是作为 Google 生态系的手表，基本上就是 Google 的亲儿子，在与 Google 的服务上面的整合呢，可以说是相当完整的。怎么说呢？基本上和 Google 原生的这些 App 呢，都有非常深度的整合，包含你可以透过 Google Chat 呢来收发讯息。最重要一点呢，是你可以透过 Google Home 来控制家中的智能家具，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啦 ，Google 非常厉害的智能助理呢，也是可以简单的透过 OK Google 来进行唤醒的，来达成你要的服务哦。OK Google， 透过手机播放音乐。现在播放 YouTube Music 的音乐。阴天，说几思念，耳边少了你的安慰，等了整个春天。那最厉害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可以使用 Pixel Watch 3呢，直接读取 Google 的离线地图，那你就可以更好的使用 Google Map。对于要走路啊、骑车的时候呢，都是非常方便的。你无需要再拿出手机，基本上只要轻轻一抬手就可以看得到相关的资讯的。最后一些基础的行动支付啊、寻找手机的部分呢，它当然都有支援呐，这个部分就不用担心了。Pixel Watch 呢是原生的 Google Wear OS， 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些 App 呢，你其实想要，你都可以直接到 Play 商店里面呢去把它下载下来哦。好啦，那到这边呢，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全新的 Pixel Watch 3呢，它有多强大了。那下一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电池续航力了吧？基本上我实测全功能打开呢，使用一整天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实测电量大概有1天多啦。不过呢，我认为其实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平常的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样子，就是全天的佩戴，然后在洗澡的时候呢，才把它拆下来进行充电，1个礼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在洗澡的时候还顺便上个厕所啊，或者说你洗澡的时间其实比较久的，我基本上认为你要实现电量自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呢，这边就要和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 Pixel Watch 3最让我不满意的一点，并不是使用无线充电，所以说你没有办法使用无线充电板来替它充电，然后你在充电的时候，你的充电口还是需要对一下的，不能无脑放。虽然说它是有磁力的，所以让你比较轻松的去对准它，但是都已经到2024年了，这样的充电方式真的是非常的不聪明，而且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必须要为了它带上专属的充电器。那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佩戴舒适度的部分。
的。那我认为这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什么过敏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佩戴。那至于价格的部分呢 ，Google 它在价格上呢就是略高于三星嘛，然后低于 Apple。那不过呢，对于 Google 的产品定价呢，相信大家懂的都懂，所以说一定都可以知道，可以在其他通路里面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划算的一些优惠啦。那总结来说呢，如果你今天刚好是安卓的用户，而且平常没有在锻炼三铁啊，或者说比较高强度的运动的话，我会认为呢 Pixel Watch 3呢，真的是在2024年截止至今，我认为是最好看，而且是最适合的一块智能手表了。过去基本上呢，在安卓阵营里面呢，要找到一块足够好的智能手表呢，基本上就是只有三星或者一些其他的中系品牌。那不然的话嘛，其他非 Wear OS 的这些智能手表呢，虽然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它并不是原生的嘛，所以说其实在整合上面呢，其实还是差强人意的。那但是我相信呢，有很多人购买智能手表呢，其实是因为想要做更好的个人健康的这些记录跟追踪。那我想墙外世界的我们呢，其实还是尽量在有预算的情况下呢，考量一下非中系的品牌会比较适合。那至于这一代的 Pixel Watch 3呢，我认为它其实不仅仅是交出了一个我觉得可以和三星一决雌雄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透过了跟 Fitbit 的这个深度整合，转型成为了不仅仅是你的智能手表，而是你的个人健康跟运动教练了。这个部分呢，相信大家看到刚刚 App 有非常多的功能呢，也就知道了这个绑定的结合是有多么深入的。那未来呢，我会持续的使用这些更深入的服务，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再拍一集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总的来说呢，我认为呢 ，Google Pixel Watch 3呢，其实它这一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殊点呢，就是它在整个生态的整合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非常的推荐这一代手表的。我认为现在有非常多的科技产品呢，已经进入到了硬体效能过剩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从用户本身的体验出发，然后透过软体啊或生态的整合来做到真正的个人化？我觉得这还是关键。而 Pixel Watch 3呢，跟 Fitbit 的这个很好的整合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开始。那在过去在 Pixel Watch 2的时候已经做到了一部分的整合，那 Pixel Watch 3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更加深度的整合，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要说 Pixel Watch 3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符合期待的呢？我觉得就是这代手表呢，它没有什么跟 AI 相关的一些功能，那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在什么都要跟科技产品结合的2024年里面呢，一个新出来的智能手表，然后呢没有什么 AI 相关的一个应用跟功能，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较可惜的。那我也希望说，在日后的话嘛，如果说 Google 有一些跟 Watch 相关的 AI 功能呢，希望可以下放到 Pixel Watch 3。不过说实在的，如果我们观察到它所使用的晶片跟 RAM 的话嘛，我会觉得其实这样的限制其实应该还是蛮难的啦。那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刚好是安卓阵营的伙伴，然后呢，也不是所谓的三铁专家，或者说平常没有在从事这些比较高强度的运动，然后手上没有智能手表，或者是说你过去的智能手表其实已经比较旧了，那我觉得 Pixel Watch 3呢，绝对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然后你可以考虑的一个产品。那如果说你本来的手表是一些中系的品牌的话嘛，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嘛，真的是蛮建议你进行更换的。那如果说你平常其实已经有非常用的很习惯的智能手表了，或者是说还很新的智能手表，像是 Samsung Watch 7啊之类的，我就不是那么建议你去做更新了。那至于 Apple 的用户呢，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还愿意看到这边。基本上呢，整个影片跟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还是很感谢你愿意收看到现在。好啦，那以上呢，基本上就是基于 Pixel Watch 3呢，我进行的一系列的体验。然后我希望呢，也可以帮助到大家在选择智能手表的时候呢，可以再多思考一下，哪一这样子的智能手表呢，可能更加适合你。好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